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不要大吃大喝来帮助人。当年921大地震的时候呢，慈济认领的灾区51所学校准备进行重建了。由于经费很庞大嘛，那委员们呢纷纷透过各项活动去筹募建设基金。那个时候呢，我从马来西亚返台随证严上人行脚到台中那就有一群委员们呢向证严上人报告募款的成果。他们向证严上人说上人，我们上周六举办了一场1000人的爱心晚宴我们才花了40几万台币就募到了2亿多的重建经费。原本他们以为会得到上人的赞叹哪知证严上人听完之后却说，我在意的不是那2亿而是很不解，你们怎么会一个晚上大吃大喝花掉了40几万呢？接着在语重心长对众开始说道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不要边吃边喝来帮助人，更不要大吃大喝来帮助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慈济所有的活动在接待贵宾或者会众的时候呢，就不再佳肴满桌了啦，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一小碟简单的水果跟糕点那这样子的简朴作风呢，就是从那个时候921大地震之后呢，在证严上人的教诫之后而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证严上人这样子的思想体系呢，是有其根源已经快60年一甲子的慈济之业就是从当初5位出家师父跟30位的这个会众会员大家省吃俭用日存5毛钱做起来的而花莲净师金舍的常住师父们的生活呢，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克苦克难，克勤克俭也因此证严上人听到一个晚上吃掉了40几万，才语重心长的提醒大家，即使帮助人也是不能靠边吃边喝或大吃大喝的方式，还是要秉持省吃俭用的简朴原则其实这句话也是一种大灾教育，教育我们大灾难发生之后，灾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际甚至家破人亡，死伤累累而我们却没有同理心，还在大吃大喝，美其名是在为救灾募款其实是在找借口大快朵颐虽然大吃大喝是为行善但透过满足口欲之腹的做法呢，这个不是证严上人苦民所苦的心思因此呢，这句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的开示对我们是一个大灾教育里面蕴藏着很深的道理。有一次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委员问上人他说，上人，你一直叫大家要省吃俭用，不要穿金戴银那我的珠宝生意要卖给谁呢？那证严上人就回答他说你放心啦，不是每一个人都听我的话啦，你放心啦，不是每个人都会听我的话啦这个是证严上人的幽默开示其实我们要了解，省吃俭用不是让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把福用在有意义的地方，这样福报才不会被吃吃喝喝消耗掉，而是转化为无形的功德尤其把福报用在帮助苦难的人或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那更是转化福报为广结众生缘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简朴的生活更是一种养生大吃大喝反而不利健康现在的人是营养过剩造成疾病丛生嘛，这个都是源自于大吃大喝。简单清淡的饮食不仅能减少对动物与地球的伤害，也能让身心呢更加清安所以身安心安福就安那从学佛的角度来看呢，
当我们减少自己一点奢侈跟浪费啊，并且把它转化为别人的温饱跟希望啊，那这不只是一种布施而已哦，而是一种生活上的修行啊。所以才说嘛，吃的简单是慈悲的，活的简朴是智慧，省吃俭用是惜福的修行啊，大吃大喝是造业的开端呐。我们每天所吃的一粒米啊，都是农夫的汗水嘛，跟土地的恩情啊。如果我们随意把它浪费掉，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嘛。相反的，如果把惜福所省下来的一点点拿去帮助苦难的人，那个是把小福变大福拿小钱去行大善这个就是把有限变成无限就好像把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那就会变成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道理是一样的也才说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微细跟微小的事情你少吃一口饭，少买一件衣服，少喝一杯饮料，看起来都是微小或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个就是勿因善小而不为的一种实践相反的，大吃大喝甚至把吃不完的东西随便丢掉不惜福，那这个就跟勿因恶小而为之是相呼应的。浪费食物是对众生的轻慢过度享受是对身心的伤害那放纵欲望呢，是对福报的消耗一点一滴的放纵会慢慢养成贪心跟无明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火源它也可能烧掉整座森林也好像一根小火柴它也可以烧掉整栋大楼具足了攻坚灭敌的力量那现代人呢，常常吃的太多太好，反而吃出病来其实吃多不是福，是祸；吃少不是苦，是福。简朴清淡的饮食对身体是清安对心地是清净也减少对动物跟地球的伤害嘛。那这个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慈悲的生活方式其实3餐的饮食是吃给他不饿就好了，不一定要吃得饱饱的啦，更不要吃得肥肥再来减肥尤其现在很流行的吃自助餐嘛，都不吃白不吃就尽量大吃其实吃的也是白吃也因此呢，正言上人教我们吃的智慧就是7分素食好3分助人好这个就是省吃俭用来帮助人有一次呢，我们为赈灾募款而举办爱心义演那我就向一位手戴名表出入以名车代步的这个企业家呢推销入场券一张也才台币几百块而已那由于对方是个颇有能力的人嘛，因此我就以半推半就的方式，因为我跟他也认识了所以才用半推半就的方式相信他应该会捧个场买几张票没想到他却无动于衷所以说布施也是要训练的，不习惯舍的人捐太多他会觉得舍不得，那捐太少呢他会觉得没面子，那最后干脆就不捐了而习惯布施的人呢，他就会越能体会能舍能得不舍不得的这种各种的意境有福报享福，还要有智慧造福这样才是富中之富其实会赚钱只是徒弟而已会用钱才是师傅那刚刚那位有钱却舍不得的企业家这种富而不仁仁爱的仁这种富而不仁的例子呢，很让我们警惕，不是不能捐是没有捐的习惯所以布施也是要训练的。那在许多的修行团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视布施为福报的有心人
所以近思语里面有一句话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你有心就可以布施了啦。曾经有一位没读过书、家境贫寒的老阿嬷，她很羡慕很多人呢，有能力有钱呢，去布施行善呢，去广结善缘呢。因此呢，在一次的大型的营队活动中呢，老阿嬷也想布施啊，但是她没有钱啊，她就选择呢，在厨房里面、香鸡组里面帮忙啊，为学员们呢煮食啊，布施劳力啊。那她就买了一包盐呢，因为她煮汤也要盐呐，她就把这个盐呢放入那个汤里面呢，这样也是跟数百位的各国学员结下善缘呢。喝过汤的人，他都跟他结缘了。那小小的一包盐不是很多钱啊，但他却很有心。所以只要有心、有智慧做什么事都不难啊。因为有心人懂得运用智慧做好事嘛，也懂得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呐。一个有心又有智慧的菩萨行者啊，只要有心想做事就像孟子所说的顺何人也，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那些伟人很令人敬重哦。你有心，你也可以跟他一样啦。有志者事竟成嘛。那有些人自己很会享受生活，但不一定懂得跟人家广结善缘呢，因为他从来不去体会与人分享的喜悦，但因为他只会据为己有，没办法跟人家分享啊。那有些人是外表风光，但内心不一定很自在，因为他不懂得心灵提升的妙趣。有些人呢是很富有，但缺慈悲跟智慧。有些人的丰衣足食，物质丰富但心灵却非常的匮乏，很有钱很不快乐。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以上这些都叫做富中之贫啊。那有些人呢，虽然贫穷但他乐天知命人穷志不穷志向的志也可以了，智慧的智也可以了，人穷志不穷了。那有些人虽然呢不富有，但饶富爱心这些人呢虽然物质生活不是很丰富但他却能够用智慧去开创出心灵的生命乐土让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就像刚刚那个老阿嬷一样用智慧去行善，去布施这些都叫做贫中之富了。其实贫富只在一念间人性的弱点是一旦习惯浪费之后呢，就会慢慢的放纵自己，原本还有的慈悲心呢，也会被这个贪欲跟无明呢覆盖。从刚刚开始的多吃一点多拿一点变成浪费一点再慢慢的就会怎么样？不知道惜福，这样一步一步就走偏了那最后就怎么样？折福造业所以有一句话提醒我们人都是在纵容自己的情况下呢放纵，从放纵自己的情况下呢折福消福然后在折福消福的过程中呢，开始造业了刚开始的都不是恶，只是对自己太宽容了，对欲望太放纵造成越来越无法自拔嘛例如哎呀，今天做得很辛苦啦，做得很累啦多吃一点没关系啦或者今天很辛苦咯吃好一点啦，来善待自己啦或者呢，哎呀，这一次买好一点的啦，买贵一点的啦，只是一次嘛，没什么，下次再来节省所以不要小看这样的小纵容其实这个就是放逸的开始放逸是福报的漏洞福从漏洞中流失，而自己呢不知不觉当消福消耗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人心就会容易偏差掉了习以为常了嘛。消福或折福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离造业不远了呢。因为享福或消福的人多半是难以克制自己因为在贪欲的这个驱动之下呢，
很容易放纵自己而伤人伤身，生活的身伤环境这个就是从放纵转入造业了。证严上人呢，曾经开示说到福用在自己身上是消福福用在人群中那是造福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心生贪，业则起那业一起呢，则苦相随不是说吃喝玩乐不好或不对了吃喝玩乐如果只是偶尔调剂一下，那也还好啦。如果成为生活的重心或寄托，那这个就会让人逐渐的迷失方向变成在福中造业了，在乐中堕落。那修行不是要我们压抑住不是而是要我们能够清楚洞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尤其是自己的欲念，并懂得有节制、有克制跟转化例如说，把纵容自己转化成自我警觉，把放纵自己转化成为克制自己，把消福转化为惜福，把造业转化成为造福，这些都是修行的功课啦也是人间菩萨的智慧。刚刚讲放逸是福报的漏洞惜福是福报的起步人性本善并非一开始就是堕落的，而是从纵容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的一个念头开始的。所以过简朴的生活不是叫我们苦行而是惜福的修行当我们懂得节制跟克制甚至时时心存知足跟感恩那福报就会延续心也会清净许多那福报比较不具足的人呢，心里也会变得焦虑跟贪婪因为他为了得到更多的享福跟享受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跟选择举例来说了，浪费金钱过度开销浪费资源伤害生命贪图利益等等，这个就是从消福转入的造业嘛。那《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有读过了那里面这句话里面那个克己就是克制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跟冲动。那克就是克服嘛，也就是战胜他的意思嘛。那己就是自己嘛，所以克己就是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等等的私心。那复礼呢？复礼就是回复到礼节的规范跟正道，回归正道的意思了。那这个礼不只是指礼节或礼貌而已更代表天理跟人伦这种立身行事的准则啦，是有分寸拿捏的生活之道所以孔子跟一些古圣先贤都认为仁是最高的德行。那仁这个字呢，甚至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论语的核心思想所以在论语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有关仁的这个句子那这个仁字其实就是学佛的人所说的德行例如刚刚我们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嘛，还有礼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当仁不让于师智者要山，仁者要水再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当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这句话就有3个人的啦还有为人者能好人，能恶人可恶的恶啦君子去人，恶乎成民等等等论语这些里面有仁的这个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孔子谈仁就好像学佛的人谈德一样都是核心思想所以仁跟德是挂在一起，叫做仁德嘛，对不对？
那人虽然是感情的动物，但人也同样是有理性的啊。不合乎礼法或礼节的事情呢，就要克制自己，不要去做啊。这个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意思了。同样的道理，透过边吃边喝或大吃大喝的方式来帮助人，虽然说也是在行善做公益的，这个是值得肯定之事。然而，什么样的人就入什么样的境界啊？对自己很节俭，对别人很大方，这是一种境界。那大吃大喝来办活动，或大吃大喝来帮助人，这也是一种境界了。虽然我们不去妄心分别哪一种境界好或不好，然而刚刚上面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道理啊，各位同学应该心里有数了嘛，对不对？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要省吃俭用帮助人，不要大吃大喝帮助人，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各位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